这个月房租要2两，生活开支1两，马上又要买过冬的衣服了。软饼，我要熬不下去了，怎么办啊？软饼，真名软饼，虾仁的合租基友，10年前来长安参加科举，非状元不要，现在只想考个末等进士，他也没实现。目前在天桥下给人讲小黄书为生。友情止于借钱，所以千万别找我借钱，那样我们还是好朋友。靠，你有点人性好不好？没钱我会死的。嘿嘿，谁叫你那么有原则？送上门的案子你不接，怪谁？我这个月收成也凄凉得很，死道友不死贫道，你还是继续卖你的小吃吧，别整天做神谈梦了，把肚子填饱才是真。等我考中状元，一定会罩着你的。等你考上状元，那得猴年马月。听我的，出门在外，生存是第一任务，节操随时要扔，做人千万别太固执了哈。哎，连读书人都能放下节操去给人讲小黄书，还纠结个毛啊？不就是帮寡妇捉奸吗？小爷我接了。帮寡妇捉奸是昨天送上门的一个案子。北巷有个赵大娘，她儿子3年前娶了个媳妇，结果成亲2个月，她儿子就挂了。儿媳妇秀娘就跟她一样守了寡。家人我懷疑秀良喺外面偷案子，能不能幫忙調查一下奸夫？毛線的奸夫，別這麼無聊好不？你兒子都死了幾年了，就算秀娘跟別人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，你也管不着吧？你吃了乜嘢燈草灰，放嘅乜嘢輕巧屁？首良家到我哋家，生係我哋家嘅人，死係我哋家嘅仔，做婆婆就能管住佢一輩子，就算改嫁也要我收了聘禮，點頭答應，不然就係通姦，佢跟奸夫都要被浸豬籠。下人聽出來了。前面說的都是放屁，最後聘禮才是重點。我拒絕趙大娘做人大度點，寡婦何必為難寡婦呢？趙大娘氣呼呼地走了，臨走前問候了一下蝦人的祖宗18代。入夜，他決定放下節操，去賺點勞務費。拿了勞務費之後，就提醒秀娘，若他真遇到好人，就讓那男人出點銀子找趙大娘提親。若男人不肯，那該斷早點斷，別搞出事了，後悔莫及。突然，巷裡傳來尖叫聲，一神都附體，紋絲不動。是人了，死人了。哪裡？誰死了？趙春花死了，就在拐角那裡。走去看看。我不去，我要去報官。胡老爹的驚聲尖叫驚醒了不少人，很多人都出來看稀奇。都別靠近，保護好現場是對死者最大的尊重跟幫助。天哪，趙春花究竟得罪誰了？什麼仇怨，居然鬧到殺人的地步？切，這個杜舍夫得罪的人還少嗎？隔壁幾條街的人都被他罵遍了，連自己小兒子都被他罵得離家出走。我看想那死的人太多了。喂，別那麼說，死者為大，祭奠陰的吧？蝦人，又是你，誰讓你靠近現場的？他是京兆府副捕頭趙小寶，破案效率極低，經常被蝦人打臉，對蝦人恨之入骨。旁邊跟着打燈報案的胡老爹，還有一個女捕頭，五官精緻，蝦人沒見過他。你是什麼人？在下江戶川蝦人偵探所的探長。探長裝的還挺像那麼回事的。哼，裝的像頂個毛用，這年頭都不是傻子，裝13一眼就能看出來，鬼才信呢。趙小寶找打臉呢是吧？這裡誰不知道找你報案屁用沒有，能當上副捕頭不過是仗着自己娘就是京兆府尹而已。可惜以前的劉捕頭因為不肯給你擦屁股，申請調走了。究竟誰裝13，還用我說出來嗎？趙小寶大怒，但不敢怎麼樣。有次他找蝦人麻煩，10幾個大漢都被打趴了。其實若終於明白前2天劉捕頭跟他辦交接手續，為什麼要說謝謝了？是謝他來擦屁股的。其實若感覺掉進了一個大坑。仵作什麼時候來？已經派人去請了，應該很快就會來了。仵作不來，你們就什麼都不做嗎？趙小寶他們破案不靠推理靠運氣，就算仵作來了也什麼都做不了。其實若氣炸了，發現這個坑比他想象中較大，已經看不到前途了。娘啊娘，你怎麼就這麼去了？究竟是哪個天殺的害了你啊？她是趙春花的兒媳婦秀娘。秦捕頭，我有個提議，跟你商量一下好嗎？保證對你我都有好處。什麼提議？這個案子我來幫你破，只收取小小辛苦費20兩，怎麼樣？得了吧，你算盤桌子都崩我臉上了。本捕頭不感興趣，待會仵作來了，驗了屍，我自然會查，用不着你這種江湖騙子浪費納稅錢。秦捕頭浪費納稅錢比不上你帶來的垃圾，你別誤會，我不是指趙小寶，我是說你帶來的這些人都是垃圾。那個仵作也是老眼昏花，是個酒葫蘆，喝了酒能把男屍當成姑娘來驗，你指望他能給你什麼有用的線索？不會吧，這麼坑？哎，你們猜究竟誰會是兇手啊？都別瞎猜啊，趙小寶他們破案可都是瞎猜的，來作祟是誰，可千萬別亂說，害了別人啊。其實他們也可以說趙春花是自殺的嗎？上次那個雙手被反綁，砍了30多刀的無頭男屍，他們不也是說別人是自殺的嗎？30兩，
你若能帮我破案，我帮你申请30两的赏银。光说没用，先给我露一手瞧瞧。没问题，秦捕头，还是先清场。清场？秦捕头，你看，死者是被这块砖头砸死的，伤口的方位跟砖头血渍的地方，不难看出凶手是个左撇子。这点我早就看出来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嘿嘿，可以吗？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这砖头原本就在这里呢？我当然注意到了，这块砖头就是从墙角这堆砖头里面随便拿的，那又怎样？这说明凶手没有带凶器，来的时候没有想杀赵春花。哼，有点小聪明，但不多。你看，赵春花双手微曲，显然是抓过什么东西，但我更觉得他这是跟凶手发生过扭打。你凭什么这么认为？你看啊，看他倒下的方向。他是侧卧着倒下的，这又能说明什么？你想想，如果我现在用砖头砸你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会一刀砍了你。美女，我在跟你讨论案情好不好？麻烦你思路端正点。秦时若办过的案子很少，而且都是给人打下手，能当上捕头职位。一是因为他有背景，所以京兆福银想拍他家马屁；二来京兆福捕快的名声早臭了，没有名捕愿意来擦屁股。那你说会怎么样？你想啊，一个人的额头从正面遭受重击，他会朝什么方向倒？会朝后倒。对，应该朝后倒才对。但他没有朝后倒，说明当时死死的抓住了凶手做依靠。而从身边的人对他的印象来看，以他泼辣性格，我觉得可能是先动的手，凶手急于脱身才会抓起砖头砸了他，然后甩开，让他侧面摔在了地上。有道理，我发现你好聪明哦，比我师傅还细细缜密。不过他虎口划伤是怎么来的，我暂时就看不出来了。究竟是什么东西会造成这种弧线伤口？看不出来就算了吗？这道伤这么小，有什么用？说不定是他不小心弄伤的呢。也有可能，但查案的时候却不能是这种态度，因为有时候越容易忽略的细节，就越有可能是破案的关键。小子，不错嘛，说的有板有眼的。我发现我开始对你有点兴趣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有节操的人，卖艺不卖身。滚！下人本来还想说，但对你例外的，硬生生被憋了回去。然后目光瞥到了墙面上一道很奇怪的刮痕，刮痕很新，也很特别。秦时若跟着看了过去，这道刮痕大约寸许宽，10多公分长。怎么了？这道刮痕有问题吗？说不好，但是既然出现在这里，那就一定不能轻易放过了。你看这刮槽呈圆弧状，是什么东西刮出来的呢？铜钱。你家铜钱能有这么大了？想钱想疯了吧？嘿嘿，是哦，这估计都应该有脸盆那么大了。你凶什么凶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还想不想要钱了？好吧，给钱的是大爷，我道歉。哼，在哪呢？尸体在哪呢？你特么搞什么鬼？每次验尸都喝成醉狗。今天是新来的秦捕头第一次办案，给老子走点心，别让虾仁那小白脸抢了风头。看到醉酒仵作，秦时若对这个团队不抱任何希望。秦捕头，明天到我的事务所来，到时候再详谈。你一个人来，摸鱼的就别来。哎呦，太阳没晒屁股就起床了，这是要搞事情？那当然要搞大事情，借我2两银子，过几天双倍还你。你没生意，拿鸡毛还我，难不成指望天上掉银子？没错，还是仙女下凡捧到我面前，怎么样，借不借？真能吹，2两就没有，我给你10文吃几天饭吧。不用还，抓紧找工作，兄弟只能帮你到这了。我真接到大生意了，跟美女合作，酬金30两，3天搞定。装13能装出银子，我早成首富了。隔壁街在招搬砖的，你去看看吧。就在这时，秦时若来了，赵小宝像块狗皮膏药一样黏着他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你的事务所就是这么个破地呀！这美女谁啊？新来的京兆府秦捕头落，就是我现在的美女老板，怎么样？2两银子我借你了，我相信你的人品。这还差不多。虾仁，光推出作案经过没什么用，破案了才给你钱。你有头绪没？有的，那个赵春花前天刚找过我。他找你干什么？下人便将赵春花找他帮忙抓奸的事说了出来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奸夫来幽会秀娘，被赵春花带个正着。他跟奸夫拼命，奸夫怕事情败露，狠下杀手，要了他的命。哼，这么简单就能破案，还有捕快干嘛？是，我随口瞎猜的，你们别当真啊！干嘛不当真？赵小宝说的没错，或许就这么简单呢。不会吧，自己居然蒙对了。要是真相真的如自己所料，不是可以在秦时若面前怒刷一把成就感吗？所以现在就调查秀娘，安排人去查清底细，看周围人对她什么印象，跟什么男人走得特别近，绝不能漏过一个可疑之人。
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捕头，赵春花小儿子顾长生回家给他办后事，你们要不要去看看？顾长生，赵春花的小儿子，3年前受不了他没日夜的责骂，搬出了家门，3年未回家，和邻居也没什么来往。顾长生，我认识，是跟我一起在天桥给人代写书信、卖字画的。哦，你说说看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脾气很绝，一身文人酸味，从不讲小黄文，生意差得要命，跟咱们这帮才子不怎么说话，没什么朋友，在城北租房子住。走，看看去。下人一行人来到灵堂，顾长生跟秀娘正跪在灵堂前，见到秦诗若，顾长生跟秀娘连忙起身，可能是跪得太久了，秀娘腿一麻，差点摔倒。顾长生将她扶好，下人打量着顾长生，白白净净，挺斯文的，表情有些冷淡。秦捕头一定要给我娘做主，讨回公道啊！秀娘，你别这样，秦捕头肯定会缉拿凶手，不会让他逍遥法外的。这是自然，在本捕头面前，任何凶手都无处藏身。谢谢。哎，你们发现没？秀娘的表现比赵春花儿子要伤心好多。早上得到下人的肯定后，赵小宝这次开始走心认真思考案情了。连你都发现了，我也正觉得奇怪呢。虽然赵春花尖酸刻薄，但亲儿子怎么比不上一个守寡的儿媳妇呢？没什么可奇怪的，要知道贼喊抓贼的时候，也是看起来比好人还好人的。你是说秀娘是故意装出来的？我可没说哦，只是有这个可能。案子一天没破，每个人都有嫌疑。切，说了等于没说。下人哈哈一笑，眼珠转了转，嘴角露出了猥琐的笑容。诗若，喂，别叫得这么亲热，我跟你不说好吧？就是，我警告你别多想。知道咱们秦捕头是什么来头吗？低调，低调。低调个毛线！一个小丫头片子能当上京兆府的捕头，傻子都能看出你来头不小。虾人也懒得纠结，只想快点破案，拿到赏钱交房租，不然过2天霸道的女房东可不会跟他客气。于是虾人的脚看似无意的绊了齐诗若一下，他一个趔趄，眼看就要摔倒，虾人连忙出手扶住了他。对不起，一时没注意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没错，这才是该有的正常反应嘛。齐诗若跟赵小宝都愣住了，不明白虾人在发什么神经。你们回忆一下刚才秀娘跟长生的反应，起身没站稳，顾长生很自然的扶了一下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何况是读书寡嫂，可他没一点惊慌失措，脸都没红。还有顾长生称呼秀娘没尊称嫂嫂，而是亲切称呼本名，他也没反对，很自然应了一声。当初他嫁过来没2个月，相公就死了。然后顾长生搬出去3年没回来，按理说他俩应该没什么交情才对，可为什么看起来很融洽，还有点隐晦不清的暧昧呢？对我，刚才你跟秦捕头的反应才是正常的，他们2个，我靠，要是真的，那这剧情还真是狗血。哼，差点给你骗了。说，刚才是不是故意扮我？我承认，但我也服了你啊，你也不吃亏，对吧？臭小子，我杀了你！我擦嘞，谋杀亲夫了！帮我照顾好我七舅老爷。入夜，赵春花的院墙外，虾人3人偷偷注视里面的动静。顾长生跟秀娘正坐在桌前吃饭，虾人心很痛，为了平息秦诗若的怒火，请他们吃了一顿肥牛烧汤，花了1两银子，钱不够交房租了。若今晚不能破案，明天霸道女房东就让自己滚蛋了。臭小子，跟本姑娘玩花样，本姑娘分分钟玩死你！搞什么鬼？吃个饭吃这么久，半天还不来大场面，玩我呢？瞧你那色样，污得跟个鬼似的，小心遭雷劈！你别乱说，我是为了办案，好吧？你继续装。秀娘，我以后就搬回来住了。多吃点，你也忙了一整天了，别把自己累坏了。3人都注意到，这个顾长生果然是个粗。发什么愣？快吃呀！秀娘浅浅的一笑。顾长生目光灼灼，饱含深情地看着秀娘。靠，这样亲密还不是有奸情？鬼都不会信。怎么样，我没冤枉他们吧？在我的火眼金睛下，任何牛鬼蛇神都无所遁形。你就吹吧你！待会我打头阵，保证将这对奸夫淫妇一举拿下，你们就瞧好了。得了吧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花花肠子，不就是想进去看现场直播吗？装什么纯洁？顾长生和秀娘吃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2人分房而睡。现在怎么办？没机会，只能创造机会了。说着，就对秦诗若小声说了起来：“你这样太缺德了吧？你还想不想破案了？”好，不管了，我去。秀娘因家里穷，被爹爹卖来顾家，给病秧子的大儿子冲喜。可这种迷信没卵用，嫁来没2个月，丈夫就嘎了，没洞房就守了寡。赵春花对她不好，说她克夫，不让改嫁，百般刁难，只能默默忍受。现在她嘎了，不用受欺负了，可她并不觉得有多高兴。首亮。
别再找我了，别再找我了，你放过我吧。秀娘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长生，我刚才看到你娘了。不会的，一定是你看错了，不可能的，你别自己吓自己了。长生，我真的很怕。别怕，有我，没事的。什么没事？事情大发了！哇哇哇！三更半夜，叔嫂同房，衣不蔽体，搂搂抱抱，你们这是要搞事情啊？怎么样，二位穿上衣服，咱们好好聊聊吧。秦诗若理好了秀发，明明是女神，却让她扮女鬼。顾长生，你是个读书人，应该知道勾引大嫂，按照大唐律是什么后果吧？与有夫之妇通奸，要进猪笼，杖责100，发配边关，50年不得还家。大人，我们是清白的，没有打扑克。是吗？你猜我信不信呢？我套你猴子，毁人清誉等于取人性命，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哟呵，还嘴硬，没良心！我们半夜喝西北风来抓你，不用审了，你娘就是你杀的。我丢你老母，有你丫这么审的吗？现在还是证据不足，给你认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我娘虽刻薄，但毕竟是亲娘，我为什么要杀她啊？这不明摆着吗？你跟秀娘有染，你娘不同意就下杀手，然后你俩就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，一对狗男女，我呸！赵小宝，玩你马埋屁，需要含血喷人，我一介书生，奈何不了你。但你若恶意栽赃，我就弹你小鸡鸡。小嘴巴不说话。赵小宝，你再说话，把你舌头割下来。顾长生，先不说你俩有没有打扑克，刚才咱们都看见了。要说你俩没事情，那真是侮辱我们的智商，给个解释，不然秦捕头有权处理你们。几年前我俩意见倾心，他爹要50两聘礼，娘对他很满意，但没下聘，找借口骗我出去求学半年。等我回来发现，娘把他许给病重哥哥冲洗，我俩大吵一架。娘说再闹就断绝母子关系，每天对着秀娘，我生不如死。我哥通情达理，是娘逼着娶的，说他答了让我娶秀娘，将休书给了我。没多久，哥走了，我跟娘一说，他骂了我俩一顿，说我们咒死我哥，撕了休书，赶我出家门，不让我俩见面，还不许改嫁，每天对他打骂。我们这3年都是偷偷见面，前几天秀娘找我，被娘盯上，幸好及时发现，回到家娘又对他打骂。问奸夫是谁，秀娘死咬着没承认。原来因为这事，赵春花才来找他调查奸夫，到头来奸夫没查到，自己却丢了命。真的，我们虽真心相爱，也是有廉耻的。我是读书人，名不言顺，绝不会和秀娘打扑克的，更不能对亲娘下杀手。赵春花导演的这场年度狗血大戏，真是3观尽毁，啥也不说了。奥斯卡欠他一座最垃圾导演奖，包办婚姻害人不浅，感谢毛爷爷废了这垃圾制度。瑞斯拜，你说没杀你娘，前天夜里你娘死的时候你在哪？我在我租房的地方睡下。有什么人能证明？顾长生语塞，他没有。秀娘呢？你又在干什么？我也在睡觉啊。虾仁一个头2个大，都不好问他有没有人证明。要是有，说明有奸夫；要没有，那他就有作案嫌疑。马埋屁，这案子不好办啊！隔壁是赵春花房间吗？是的。那一晚他出去，你一点察觉都没有？他经常夜里出去，习惯了，没注意。什么？他经常夜里出去吗？是的，从1年前开始。有时去就回，有时1-2个时辰才回，我不敢多问，一直当不知道。如果是真的，那里面就大有文章了。一个寡妇半夜出门被人看到，是会说闲话的。现在怎么办？先撤，但这2人得盯住，万一真是他们呢？放心，我们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不会逃。等你们抓到凶手，还我们清白。放心，一定会抓到凶手的。钱姑娘这么早啊？钱小晴，20岁，虾仁的房东，也是这一片的房东，有钱，相当有钱。虾仁，我来干什么你心知肚明。你跟软饼合租，租金算1半，你欠2个月房租，另外下半年垃圾处理费也没交，一共是3两，马上给钱。哎，我不开胡辣汤了，没有垃圾清理，干嘛要交？前宿主是卖胡辣汤的，虾仁穿越过来，改成了侦探事务所。处理费半年一交，用1天也要交半年。你7月2改行，7月1开了店，那天工人帮你倒了垃圾，凭什么不交钱？欺负我女孩子好说话吗？万恶的资本家到哪都一样，不是说钱小晴哦。好，钱姑娘别生气，我交，不过得宽限几天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。今天要么给银子，要么滚蛋。今天真没钱，要不你把我包了吧？我身体背棒，8块腹肌，打桩老猛了。钱小晴一怒之下怒了一下，给老子马不停蹄的滚！你个破烂熊猫头，谁要包你？开玩笑，这2天我接了个案子，破了案，有30两赏银，到时给你，可以不？
你少来，万一你破不了呢？我保证3天内破案。小仙女，我也不容易，今天饭钱还没着落，你那么多软妹币，不差这些，就当做好事。善良的女孩运气不会差，将来一定有一个白马王子把你当小公举宠的。好，再宽限3天，之后要是不交房租，把你打包扔大街上去。哦，98K， 3天后一定给钱。钱姑娘，你真是天生丽质，闭月羞花。哼，少拍马屁，每天拍本姑娘马屁的男人多了去了，你算老几？是，你蕙质兰心，国色天香。哼，给，拿着。钱姑娘你不是没钱吃饭吗？免得饿死没人还钱，这是我借你的，过2天要是不还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钱小晴面冷心热，每次说要扔行李都是说说而已。放心，等拿到赏银，请你吃饭，给你找10个男模。你少来，喂，说正经的，看你也算老实，胡辣汤做的也不错。要是嫌店面小不赚钱，我给你换大点的门面，租金等你赚了钱再收，怎么样？我勒个骚刚，这么好，有点超有意了啊！难道真看上我8块腹肌，想让我打桩？套你猴子，你装的鸡毛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谁在说话？钱小晴见虾仁不说话，马上脸又变了。你考虑一下，别做神捕梦了，要真有神捕，就不会有那么多冤魂了。最后一句，钱小晴格外愤怒。虾仁正在吃惊时，钱小晴就走了。不多久，秦诗若来了，狗皮膏药赵小宝一如既往地黏着他。我看这是8成就是顾长生那小子干的。你有证据吗？证据简单，让他在刑房里享受几天特殊服务，什么证据都能找出来。闭嘴！我告诉你，不管你们以前是怎么办案的，现在我来了，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屈打成招。好，你言之有理，都听你的。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一个女人经常3更半夜出去，是去做什么？秦诗若苦苦思考，也想不出合理的解释。肯定是偷人呗，难不成还是去尿尿啊？秦诗若羞愤极了，扬手就要给赵小宝一巴掌。别，我开玩笑的。等等，很有可能哦。不会吧，兄弟，我瞎说的哎。那又怎样？真相有1万种可能，认真推理不一定对，瞎说反而就是真相。一个女人守寡20载，她会不想男人？对，就是这个理。其实我早看透了，女人呐，都是外表纯洁，骨子里比男人还好色。秦诗若打累了，赵小宝鼻青脸肿。开始就错了，我们认为是仇杀，把疑犯对准跟赵春花有过节的人，只想抓奸秀娘，忽略了他去偏僻拐角干什么。若他不是抓奸，是去会情人呢，因寂寞红杏出墙，却拆散儿子跟秀娘，让其守寡。好个不正经的老女人！那个，我能插个嘴吗？说。据调查，赵春花隔壁街的人都骂遍了，泼辣的令人发指，一把年纪，谁要她啊？对哦，这不科学啊！破锅自有破锅盖，和尚自有尼姑爱，就没几个重口味嘛。卧槽，牛批！泼妇不是抢手货，要她的男人肯定也是极品，这样调查范围就小了。她情人一定是这样审低，万年单身狗，饥不择食，没钱，丑，猥琐，思想污浊，有暴力倾向，性格变态，女人不会正眼瞧他。赵小宝听着虾仁分析案情，发现虾仁跟秦诗若不自觉都望向自己。喂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就算我是单身狗，也是有原则的单身狗，你们太伤我自尊了。别误会哈，就是想提醒你，调查时要注意这种人。这怎么查？几条街那么多人，难道逢人就问你是赵春花的奸夫吗？你不会动脑子吗？赵春花骂遍每个人，剩下没几个，再泼辣也不会骂自己的情人，查跟他没过节，又符合描述的男人。对哦，虾哥，还是你聪明，我马上带兄弟们去，保证很快给结果。这次推理有点不靠谱啊，太蠢了，万一猜错又是白忙活。破案要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，1%的案子是一次假设推理破获，99%是经过几次、10几次甚至100次才破获，别一次假设失败就不敢假设，那能破的案子只剩那1%了。对，破案要百折不挠，不怕失败才是一个好捕头该有的心态。小子，我这次真对你感兴趣了，等破了案，我请你吃饭。没问题，等着吧，我有预感，真相要揭晓了。和虾仁商议之后，赵小宝就带人在几条街上调查了一天。第二天，3人聚在一起，虾仁看到调查名单的一个名字，100%肯定凶手就是他。没错，肯定是他，但要有证据才能定死他。现场到底被遗漏了什么呢？秦诗若赵小宝没说话，怕打乱虾仁的思绪。对，就是那样，你们马上带人去。
入夜，这是胡汉三第3次来到这个拐角，阴风阵阵，很是害怕，但还是壮胆喊：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，子时到了。突然，前面出现一个人影。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我才死了几天，你就把我忘了吗？赵春花，人有头，山有主，要怪就怪你自己，是你逼我的，我有鬼呀！胡汉三想跑，但腿脚不听使唤。跑什么跑？胡汉三，赵春花，好歹是你老相好，现在死了，你不给个交代，说不过去吧？就是，本捕头自毁形象扮女鬼，难道还能白干不成？事到如今，你还不速速招来？不懂你们说啥？人不是我杀的，交代什么？找赵春花怎么可能？别侮辱我的品味！嘿，你个老杂毛，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那就别怪本捕头。屈打成招嘛！哼，秦捕头，前几天你还在宣传不动私刑，原来是说说而已。你放心，本捕头不动你一根手指头，当着乡亲的面，保证让你心服口服。胡汉三，不用死撑，那天你杀了赵春花之后，准备逃跑，好巧不巧撞上我，只能改口说死人了。为了洗脱嫌疑，还去报了案。我说凶手怎么跑那么快？原来就是你！乡亲们议论纷纷。秀娘顾长生的表情尤为震惊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证据呢？证据自然有，你就算长了8张嘴，也休想赖掉。你说你跟赵春花没有关系，对吗？那当然，这点不用怀疑。这是你出门后派人去你家搜的，可别说栽赃，咱们没进你家门，都是热心大娘进去搜的。我擦了，花边照照，还是老比登真会玩啊！他相公死了，公婆也嘎了，就算没休书，也算不得有夫之妇。跟他通奸，不犯律法。东西不是偷的，是送的，他倒贴给我，没理由不要吧？大不了东西我还回去，你们能拿我怎么样？顾长生火冒三丈，街坊都看不下去了，已经犯了众怒。还有什么证据？继续来呀！凶手是左撇子，你也是，这点你赖不掉。我是左撇子，那又怎样？左撇子的人很多，凭什么说我是凶手？凭那天你跟赵春花动手了，说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死了。我问你，一个死人怎么跟你动手？胡说八道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和他动手了？这里的人都看见了，可以作证。打更有节奏，他死的时候是第2更，你应该打一下又一下，再连打多次。不对，有什么问题？当然有问题，因为你当时打乱了，那时候很多人没睡着吧？有谁听到他打乱了的？我听到了，我也听到了。赵春花那天听到打更声出来找你，我想那时候你们闹得很不愉快。他虽泼辣，但跟你关系不可人言，所以小声交谈没谈拢，气急抢了你手上的锣，对你大打出手，所以那时候街坊们才听到凌乱的锣声。一派胡言，你都是瞎猜，我是手抖才会打乱，他没抢我的锣。你说没碰到你的锣，他虎口伤和铜锣完全吻合。没见过铜锣的小伙伴参考啤酒瓶盖，折口很锋利。还有这刮痕是赵春花死的那晚上刮上去的，锣上折口跟刮痕深浅吻合，把锣敲到墙上来，你糊弄鬼呢？胡汉三汗流浃背。当时情形就是赵春花找你吵架，动了手，抢了铜锣，你抢回铜锣，不小心划了赵春花的手，你用力过猛，铜锣在泥墙上刮了一下，他不依不饶，跟你拼命，你怕惊动人，情急捡起砖头打死了他。我不是故意杀人的，只是想他放手，谁知道他就这么……胡汉三坦白了罪行，至此真相大白。胡汉三因欠赌场的钱去勾搭赵春花，想骗钱还债，可他不知道，以为自己老树开花迎来第2春。后来越借越多，两个人开始有矛盾，但也没翻脸。胡汉三越欠越多，开始偷他首饰，这才闹翻。两人矛盾越来越深。几天前，赵春花在这个拐角堵住了胡汉三，后来的事情就跟虾仁推测的一模一样。次日，秦师若请虾仁吃饭，把30两赏银给了他。哎，跟你商量个事。什么事？好事，我推荐你进京兆府，怎么样？这也算好事？怎么不算？你个无业游民，虽得了一笔赏金，但不是天天有，哪天没钱了会饿死的。进了京兆府，让你做副捕头，每月20两。等我升职进了6扇门，你顶替我做总捕头，怎么样？我在后面顶，行不行？滚！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等你进6扇门，那得猴年马月。谢了，我还是开侦探所，有机会再合作。
你怎么这样？要不是看你有些小聪明，我才不搭理你呢。你那事务所开在犄角旮旯里，有生意才怪。这话我同意，所以准备换个上档次的地方，客户才会对我有信心，收费自然水涨船高。怎么说都不听是吧？破案是官府的事，你以为有那么多人花钱找你破案吗？你们破案率这么低，生意不是滚滚而来，要有破不了的案来找我，给你打折。哼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，以后我接手的案子一定能破，不给你机会，到时你来求我还不答应呢。说完，秦诗若气呼呼地走了。小姑娘还是太年轻，若破案那么容易，世上哪有那么多冤案？以后你就是我的女财神了。过了几天，虾仁准备把事务所开到繁华的长安街，然后跟阮炳一起搬过来，这样就不用还钱了。但人生地不熟，好在有个老熟人，钱小晴产业有很多，货真价实的白富美。钱呢？说好了3天之内还钱的。房租2两，处理费1两，加上借我的1两，一共是4两。算你识相。对了，找我来这里干嘛？你长安街这里的产业有没有空的？我租一间。你脑子瓦塔啦！在这租房子，好贵的，你租得起吗？租不租的岂是我的事，就说你有没有吧。租什么样的？正对大街，不要很大，要显眼，能让人一眼看到我的店，商住两用，前面办公室，后面睡觉，带个小花园就更好了，有没有？有，每月20两，1年1交，管理费另算，给钱马上带你去。喂，你有没搞错？为啥1年1交啊？这是商业街，不是民租房拎包入住那么简单。做生意都希望长期租，房东也希望稳定收租，中间不租了想办法转租，我们是不退钱的。虾仁傻眼，没搞头了。他不想当咸鱼，要做名侦探，就得从长安街开始。小晴啊，我长6寸，8块腹肌，打桩贼。再不说重点你就滚！你看我大老远从地球村来这边也不容易，还有前几天京兆府破不了的案，我几天就抓到凶手，说明我是潜力股，只要你帮忙，等将来成为长安街第1侦探，我一定以身相许。呸，我一定会感激你的。切，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，你每次都能走狗屎运吗？不管怎么说都不行。哎，怎么这样？不是说帮我换个大地方还免租金，怎么不算数了？对呀，前提开餐馆才行，开侦探所瞎胡闹不行。怎么是胡闹呢？相信我好不？你一定要帮忙，我写张欠条，1年之后不能付清租金，我就任你处置。任我处置？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以后我就是你的人，你想怎样就怎样。有点意思，听着好像很好玩。钱小晴考虑了一下，这点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，就答应了。虾仁签了卖身契，按下手印，1年后若付不清租金，就得给他当牛马，生怕钱小晴反悔，便一个劲的拍马屁。也就是主角光环，现实中富国招几个老卑鄙，什么钢丝球小皮鞭就给你摊上。谁又在说话？钱小晴带虾仁来到长安街的一家商户，位置好，门店大。租客前2天搬走了，里面东西都是现成的，可以直接用。又可以省一笔开支。钱小晴准备进门，等等，怎么了？虾仁四下扫了一圈，没看到可疑的人，感觉有人在盯着我们。神经兮兮，查案查出毛病了吧？再这么下去，迟早得疯。啊，对，我以后没事多想你。滚！进到房里，里面陈设整齐，一尘不染。这上任租客真好，留下这么多东西，临走还做了个大扫除。这才叫素质。你跟阮炳住那地方，弄得跟狗窝似的。后面是个小园，一边是房舍，一边是厨房，一旁还有2棵树，有些花草，花瓣怒放，长势极好。看到这么美的花卉，虾仁却不知为何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从进来开始，就有种莫名的心神不宁。你又怎么了？神神叨叨的，房子还看不看了？看，当然看。嘴里说看，但目光却仍盯着长势好的花卉。忽然从房里冲出一个人影。喂，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姑娘别生气，我这就走。虾仁，拦住他！放我一马好不好？我只想省点钱，在这里借宿，没偷东西的。你在这里借宿？是啊，我是正经人，不是小偷。钱小晴查看了一番，从屋里走了出来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丢什么？不知道，我是空房出租，东西都是以前租客的。检查一下他的袋子。你叫什么？为什么要在这里借宿？我叫赵强，在码头跑活，因跑活不稳定，没收入就没地方住，所以就来这里借宿了。钱小晴查了麻袋，只有几件换洗衣服，一床棉被。难怪只拿了这个袋子，原来是他唯一的家当，生活不易啊！你可真会找地方，租客刚一退租你就搬来了。什么？租客退租了？那你们是新租客？他是新租客，我是业主。告诉你哦，这次就算了，以后可别再来了。
是，我以后保证不会再来了。等等，刚才说租客退租，你吃精神吗？这点你不是早该想到吗？若租客不退租，你还会在这里偷偷借宿不成？其实正是有以前那个租客，我才能在这借宿，而且快1年了。此言一出，两人大惊，这房子空了1年，虾仁第6感告诉他，这里面很可能大有文章。这么贵的租金，租空置房1年，谁会钱多烧的没事干，做这种无聊事？你当初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赵强不敢隐瞒，1五1十全说了。去年这时候，他在码头没找到活，手上也没钱，晚上没地睡。路过这里，看到租客锁上房门出去了。晚上很冷，他冻得受不了。心想租客晚上应该不会回来，就翻墙进来借宿1宿。4日一早又翻墙走了。后面他发现租客每月只来几次，都是打扫卫生，和邻居说笑，交谈一会就走了。此后他晚上进来打地铺，早上把东西恢复原状，翻墙出去，就这样住了快1年。以前租客是什么人？是双胞胎2兄弟，叫刘世武和刘世勋，他们租了3年，我跟他们不熟，见面偶尔打招呼。但今年我来时只有刘世勋一个人，听说2兄弟闹翻了，后来我每次来只看到刘世勋。那刘世武呢？他厉害了，去年中了5榜状元，今年到兵部做常侍了。一朝登龙门，就算不跟弟弟闹翻，也不可能再租房子住的。那刘世勋是做什么的？不知道，我那么多产业只管收租，没闲工夫管租客是干嘛的。大哥，没什么事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虾仁眼睛转了转，准备放他走，可他的目光又停在那片花卉上。这片花草是什么时候种的？应该就是我来的时候刚种上，我刚来时这里的土被翻动过，第2天就长了苗，而且长得飞快，几天就开了花。这里的土可真好，比乡下的庄稼还肥。虾仁扫了一眼旁边要死不活的花草，一点朝气都没有，但这边花草却光彩怒放。是啊，这土可真肥，你帮我把它全部铲掉，我付你工钱。这么好看的花要铲掉？铲掉有多深挖多深。赵强看在钱的份上，就干了起来。喂，你干嘛？我把房子租给你，你给我挖得乱七八糟的，马上填好，要不然就不租了。就在这时，只听赵强一声尖叫，挖出了一截人腿骨。兄弟，你今天恐怕走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他不是我杀的，我不知道这里有死人。我知道你急，但你先别急，没说人是你杀的，但也不能证明不是你。赵强傻眼，钱小晴也一样，这是他的产业，现在出了命案，以后这里有谁会租？小晴免3个月租金，我帮你破案好不？凭什么？才不会便宜你，我要去报官。去呗，刚死的人他们都破不了案，这个人起码死了1年，只剩一堆白骨，你觉得他们能破案？钱小晴语塞，这里现在出了命案，除了我，没人会租。若不能破案，找出真凶，说不准凶手还会回来，哪怕是几年都没人敢租。虽不甘心，但虾仁也说得在理，钱小晴只能自认倒霉了。好，只要你能破案，免你3个月租金。一言为定，现在你去报官。不是说你来破案，还要捕快干什么？动动你的小脑袋，这是命案类，要报备官府，不然到时候咱们怎么说得清楚？钱小晴一想也对，于是连忙去报官了。接着挖，小心点，别碰坏了骸骨。大哥，我只是贪便宜来借宿，真没杀人啊。现在说这些没用，是不是你杀的？查过以后才知道，没破案的这段期间，你得吃点苦头了。渐渐的，一副完整的骸骨被挖了出来，虾仁细细查看，生怕遗漏了什么。大哥，你究竟是做啥的？我叫虾仁，今天开始，我就是长安街第1神探。顶着个熊猫头还神探，骗鬼呢？怎么，你好像不信啊？怎么会呢？整条长安街也就您这一家，您不是第一，那谁是第一？虾仁嘿嘿一笑，目光在死者的一截肋骨上停住了。就在这时，钱小晴带着捕快一行人进来了，看到是堆白骨，全都丧了气。这种案子最难搞，除了白骨，一点证据都找不到。仵作今年一过就退休了，干脆都不上前去了，也不知道干什么。但其实若不干了，说好不给虾仁机会，若现在认输，那真是打脸了。还愣着干嘛？上去验尸啊！仵作苦着脸就上去查看了，看个头者应该是个男性，个子高就一定是男人吗？高个子女人不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但你凭什么肯定这是个女人？我可没说是女人，男人骨盆是从上往下变窄，女人的是从上往下变宽。因要生孩子，骨盆会横着长，男人前头骨是朝后方倾斜，女人前头骨是从眉头往头顶直立。恭喜你，刚才蒙对了，这是个男的。仵作老脸一红，急于扳回一点面子，继续检查，发现尸骨的肋骨断了好几根。骨头，很明显这个人是被人用力击打胸口，以至于重伤而亡。有道理。他肋骨确实被人打断的，但肋骨打断就一定会死吗？你说，肋骨断了不一定会死。臭小子，这副尸骨发白，
显然不是中毒，全身上下只有这几根肋骨断了，不是被人打伤胸口伤重而死，还能是怎么死的？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2个断口，一个参差不齐，一个平整光滑。平整光滑的是左侧第4根肋骨，正好是心脏位置，他是被人用利器刺穿心脏死，而且是从背后出手刺死的。那为何要从正面打断其他肋骨？很明显，凶手先跟死者打了一架，从正面打伤死者，然后从背后捅死死者。一开始怎么不用利器呢？要用拳脚跟死者死缠烂打，而且他把死者肋骨打断了好几根，可以从正面杀死死者，为何非要绕到背后出手呢？赵小宝，你过来跟我配合一下，我来演示一遍。赵小宝就按虾仁的要求演示起来，先是2个人对打，虾仁打伤赵小宝，他肋骨全断，但虾仁伤得更重，已经躺在地上。赵小宝没有继续伤害虾仁，而是转身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虾仁从地上站了起来，从背后狠狠地捅了赵小宝1刀。这段演示合情合理，犹如现场重放，所有人目瞪口呆。秦捕头，这案子我已经接了，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回去了。破了案，我会上门通知你的。捕快们一听，心里大喜，正好如意。这是命案，必须由官府办理。你一个市井坊民，有什么资格办这件案子？哎，秦捕头，这人起码死了1年多，没什么证据，很难破地。我帮你们破案，你们也不用被人区没本事，我也能得到佣金，对大家都好。钱不用你们出，何必跟自己过不去？别以为上次破了案就了不起，我也不是浪得虚名。这个案子我破定了，你休想插手。那你说说，准备怎么破？秦时若一愣，是啊，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，无处下手。给你点提示，刚才的现场演示，你看出什么端倪没？秦时若急忙回想，其他人也纷纷思考，但想了半天，全都唉声叹气的放弃了。这样，各退一步，你们给我打下手，我来破案。破了案，功劳算大家的，这总可以吧？秦时若看身后的捕快跟仵作，全都垂头丧气，虽不情愿，但也只能答应，心里暗暗发誓。给我等着，下次绝对不会容忍你了。赵强1年都住这里，不能轻易撇除嫌疑，就被拘留了。虽说不一定是他做的，哎，也是挺可怜的。赵小宝，别为难他，在牢里吃喝管好，不许动刑。好的，虾哥。秦捕头在派人暗中调查前，租客刘世武和刘世勋交代一番后，3人就在尸骨旁研究了起来。刚才你说案发过程透露的线索是什么？凶手跟死者要么武功好，要么力气大，不然凶手不可能打断死者的肋骨，而死者比他更强，受了重伤还能赢他。还有死者跟凶手的关系，他们的感情很好。他们感情很好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2个人先是互相冲突，继而大打出手，但凶手有刀，被死者打低，受伤倒地，也没有动刀，说明他并不想杀死者，而死者打赢了，也没有继续伤害凶手，说明也不想把凶手怎么样，他们只是一次情绪爆发的发泄。那后来打斗结束，死者准备走了，为什么凶手又突然出手？问题就出在这里，这说明2人停下之后有过一段对话交流，正是这段对话让凶手失去理智，不顾一切偷袭杀了死者。秦时若亚麻呆住了，虾仁仅凭一节断骨就推理出了这么多，大致经过都理清了，但死者身份很难辨认，咱们不妨逆向推断，从凶手开始着手调查。你们说凶手会是什么人啊？是赵强，他嫌疑最大。说租客不在这里过夜，他杀人埋尸，种上花草，用花香掩盖尸臭味。花草生长需要养分，加快了尸体腐烂速度。埋在土里的尸体要2-3年才会成白骨，现在有了花草，1年就完全成白骨了。哎呦，不错哦，这几天没少下功夫啊。他确实没少下功夫，开始是为了在秦时若面前表现，但几天下来，发现自己对破案越来越有兴趣了。不对，不是赵强。哦，为什么？哼，若是赵强杀人埋尸，就算租客经常不在，但偶尔会来，院子无故多了一片花草，租客会看不到吗？刘世勋明明不住这里，却花钱租下空置1年，摆明了是做贼心虚。哎，美女捕头也进步了啊！看来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要没生意了。嘿嘿，知道就好。所以凶手一定是租客刘世勋。别高兴太早，真这么简单，我就让你们直接抓人了，用得着把赵强关起来吗？这么明显的漏洞，还不足以说明凶手的身份吗？你忘了赵强说过的一句话？什么话？他说过，这些花草长得很快，几天就开花，因为有尸体的滋养。若租客以前就种下了花草，而他杀人之后再重新种上，只需要几天就能恢复如初。租客1个月来不了几次，就算来了，也是看不出什么的。秦时若傻眼，他还是少算了这一点。一旁的钱小晴看着虾仁，眼眶湿润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从这一刻起，他对虾仁的侦探梦想不会有丝毫嘲笑了。
那你说凶手到底是谁吗？有3个，因为时间太巧合，刚好是1年前左右，无法判断那个时候刘世武还在不在这里住。那么他、刘世勋、赵强都有嫌疑。如果是刘世武，那怕是不好查哦。他是兵部常侍，要动他很困难。区兵部长是算什么？我想查他，他敢不配合吗？是，有捕头你出马，朝中不管是哪个都得乖乖配合。早就猜来头不小，但是听他们这话，来头大的有点超乎想象。这秦诗若究竟是谁？虾仁，刘世勋跟刘世武准备先问谁？你说一声，我立马让他们乖乖过来。问了也白问，证据不足，只会打草惊蛇，要不然刚才也不会让你们暗中调查了。先收集他们的资料，看看再说。还有，放出消息说这里挖出了一具白骨，要传到他们的耳朵里，看看他们听到后是什么反应。有道理，我马上让人去办。凶手非常在意死者身份，埋尸还不够，特地扒去了死者衣物，就是不想留下一丝线索。如此谨慎，更加说明死者身份是本案的关键。若解开死者身份，那凶手就呼之欲出了。这已经不可能了，光凭一堆白骨，怎么可能确定死者身份？即使是一堆白骨，也可能告诉咱们他到底是谁的。虾仁的话震晕了在场的几个人，白骨也会开口说话，这可能吗？你真的可以凭一副白骨就查出死者的身份？若是放到现代，通过头骨复原 DNA 比对技术，有很大希望确定身份，但在古代，虾仁也没有什么把握。把握不大，不过凡事无绝对，这就看我的运气怎么样了。这案子你要是破了，我给你免1年租金。1年租金240两，幸福来的这么突然吗？干嘛？不要啊！不要那就算了。一言为定，你可千万别反悔啊！你也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说干就干。虾仁让齐诗若他们马上行动起来，自己将白骨一根根的仔细收集起来，摆到了屋里的长桌上。就在这时，阮炳来了。虾仁，你这里地方大，环境也好，我正好搬过来备考。但这里刚挖出一副尸骨啊！那我不住了，你把钱还我。要钱没有，你搬过来，给你免房租。虾仁倒不是想赖账，而是习惯了2个人住的氛围。那我考虑一下。说完就走了。虾仁清理着白骨，他坚信每个人的骨头都是独一无二的，用心找，一定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。夜一点一点深了，现在只能确定这是个成年男人的尸骨，年龄大概在20到40岁，年龄跨度较大，查起来很困难。他不甘心，便继续查看起来。忽然眼睛一瞥，发现了一点极细微的异样，顿时来了精神，然后便仔细的查看起来。一大早，秦诗若跟赵小宝就赶来了。看到虾仁对着一堆白骨吃着阳春面，下巴都差点抖掉。当着死人的面还吃得这么香，我不怕晚上有鬼魂来找你。他要真来找我最好，那马上就能破案了。秦诗若白了虾仁一眼，将一叠资料给了他。刘世武跟刘世勋的资料都在这里，你自己看。呵，现在效率真够高的啊，想不表扬你们都不行了。那是当然，也不看看现在京兆府是谁在带队。对，有秦捕头带队，兄弟们哪个敢不拼命？虾仁笑着摇了摇头，看起了资料。刘世武跟刘世勋2兄弟是洛阳人士，今年25岁，3年前一起来长安闯荡，都是练家子，功夫不错，家底殷实。来京城后就租住在这个房子里，到处结交京城的朋友，为人仗义，经常为了朋友跟人大打出手，得罪不少人，也交了不少知己，属于人际关系复杂类型。原来是富2代出来历练，难怪一来就租下这么个好地方，自己不住也要租来空着，还真是钱多烧的。事情1年前发生转折，8月初9，刘世武在武举夺得头名，是件好事。可没过几天，2兄弟不知为何突然恩断情绝，刘世武入朝为官，搬离了这里。刘世勋没讨他半点好，刘世武的庆功宴，他这个弟弟也没去参加。半个月后，刘世勋找钱小晴续租了这间宅子，自那以后就很少回来。据邻居们讲，刘世勋1个月来个2、3次，有时候1、2个月都不来，但每次来都对邻居很热情，主动打招呼，而且还带很多礼物，都是各地的特产。据他所说，他在外面到处闯荡，言语中透着对哥哥刘世武的不满，说总有一天他要超过刘世武，要刘世武好看什么的。或许事情就出在刘世武夺得武举人前后那几天，要不然情同手足的亲兄弟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恩断义绝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赵强的嫌疑基本就可以排除了吧？他嫌疑只能说减弱，不能完全排除，毕竟事发时间的判断只是我们的推测而已，万一猜错了呢？赵强刘家兄弟不一样，是有产业家底的人，但像赵强这种码头跑活的临时工，流动性强，若把他放出来，到时跑得无影无踪，你上哪找去？是的，只要有嫌疑，就绝对不能放，宁可好吃好喝的招呼他，但不能现在就放。对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别急，你们先看看我昨天发现了什么。虾仁指着腿骨上端关节处，
一条极细的裂纹痕迹出现在他们面前，若不仔细看都不会注意。这是什么？旧伤啊，虽然骨头已经长好，只剩一点裂纹，但这种裂纹一到刮风下雨、天冷潮湿的天气，会让人吃尽苦头，治都治不好。一般这样的人都会经常贴膏药、做针灸、拔火罐，所以安排人手到各个跌打馆，看有什么人经常去给左腿做推拿，而1年前又突然不来了。齐时若跟赵小宝像盯怪物一样盯着他。我脸上有钱吗？不，虾哥别误会，完全是因为佩服入了神。这么微小的细节都能发现，还能推断出这么多有用的信息，我真服你了。服了就好。昨天把消息放出去后，刘家兄弟有什么反应？刘世武没什么反应，跟以往一样，从兵部放班后就直接回家了。2个月前，他夫人刚给他生了个儿子，现在基本上都很少应酬。那刘世勋呢？刘世勋有点麻烦。5天前，他找钱小琴退租后，不知道去哪游荡了几天。昨天上午有人看到他在对门酒楼吃东西，今天就没人知道他去哪了。我怀疑他可能不在长安，就派人去他们老家看看了。昨天上午他在对面的酒楼吃过东西，难不成昨天感觉有人盯着自己的是在酒楼里的刘世勋？这个时候找不到人，有点不对劲，不能拖下去了，必须马上行动。赵小宝，你马上带人去查所有的跌打馆，看看有没有符合我们条件的人。那我呢？你不是说长安没有你不敢动的人吗？那就让我见识一下，咱们去见见刘世武，看他老不老实。哼，本捕头可绝非浪得虚名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本捕头的实力。走，去兵部。兵部较场，士兵正在操练。王师大人，有客到访。没看到我在操练士兵吗？军情岂可儿戏？你先接待安排，我待会再去。侍卿赵府秦捕头来访。刘世武脸色变了变，考虑了一下，便去见齐时若了。秦捕头大驾到访，真是让我这里蓬荜生辉啊！这位是？他是我的顾问，虾仁。虾先生，幸会。刘常侍，久仰。秦捕头，虾先生，不知今日突然到访，有何贵干？其实若没作声，来之前虾仁让他少说话。现在案子没有任何有力证据，一句话说错都可能让疑犯成功脱罪。常侍大人，昨天长安街挖出白骨的事情，您听说了吧？听说了，有些不敢相信。我初到长安就是住在那里的，想不到我一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。这事情不会跟我弟弟有关吧？哦，为什么会先想到是你弟弟呢？刘世武一怔，暗暗吃惊，这个人问话好犀利，于是说话变得谨慎起来。我也是为他担心，毕竟他住在那里，而且他这个人性格有点暴躁，我怕。怕什么？刘世武眼中闪过一丝惊慌。没什么。刘世武一句带过。其实若心里焦急，但虾仁神情依旧不乱。越是久远证据不足的案子，犯罪分子就越镇定，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案子很难破，所以必须沉住气。常侍大人，这案子有点棘手，正如你所说，你弟弟确实有嫌疑。刘世武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情绪，虾仁看在眼里。不过现在还没见到你弟弟，不敢轻易下结论。其实若搞不懂干嘛说这些，这不是摆明告诉对方案子很不好破，唯一怀疑对象就是你弟弟吗？不会是他，他虽然暴躁点，也没到不知分寸的地步，而且我听说他基本不住那里，里面发生什么他不知情是有可能的，你们还是要查清楚。这个自然，没证据我们不会轻易下结论，但有嫌疑的人也不会放过，会仔细反复侦查，不放过一丝疑点。说到有嫌疑的人这句话时，虾仁眼神看似无意的扫了刘世武一眼，刘世武自然也留意到了虾仁的目光。那就最好。对了，你们来找我是有什么我能帮你们吗？是的，我们想知道关于你弟弟的事情，还有你们是怎么闹翻的。说起这件事有些难以启齿，但出了这样的事就不瞒你们了，是因为林若，我的夫人。当初我们一起认识了她，但林若选择了我，她耿耿于怀。后来在武举上我赢了她之后，关系降到冰点，我们大吵一架，我就搬了出来。我找过共同的朋友彭生去跟他沟通，修复我们兄弟的隔阂，但是恕我直言，你这个弟弟度量真是小，没本事赢又输不起，连哥哥都能说翻脸就翻脸，这样的男人，要说他头脑发热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。秦捕头这话说重了，还是要用证据查案，弄错了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这个当然，本捕头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等找到刘世勋，我亲自会一会他。刘常侍，你住在长安街的时候，院子里的那片花草是你打理吗？什么花草？我兄弟俩都不喜欢摆弄花花草草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你的手臂。夏先生是注意到我的刺子了吗？刘世武左手小臂上刺着2行小字：将相本无种，哪儿当自强。这种豪言壮语，倒也符合他的人物性情。常侍大人果然好气概。
其实这是我弟弟帮我赐的，真怀念当初兄弟情深的日子，可惜，哎。常氏大人不必感慨，兄弟总会是兄弟，若缘分已尽，那有什么好执着的？刘世武苦笑，似乎对自己弟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。我敢打赌，凶手一定是刘世勋。为什么？这不够明显吗？刘世武搬出来的时候根本没有那片花草，凶手只可能是刘世勋跟赵强。赵强咱们查过，所有人都能证明他在码头跑活，是个老实人，他是凶手的可能性很低，排除他们俩，除了刘世勋还能有谁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没见到刘世勋，不能轻易下判断。就算凶手是刘世勋，可本案最大关键还是死者，他究竟是谁？刘世勋为什么要杀死者？这些不搞清楚，没办法定罪。你放心，很快就能找到刘世勋的，找到他，我一定让他老实交代。先找到再说吧，要不然这案子真不好办了。几天时间过去，刘世勋仿佛人间蒸发。洛阳捕快回来说，前年刘世武跟刘世勋回家探过一次亲后，他已经2年没回家了。劫尸若找彭生询问过，刘世武确实找过他，从中调停修复跟弟弟的关系。可彭生找到刘世勋后，他态度蛮横，说这辈子跟刘世武势不两立，案件进入了死胡同。下人把案情疑点一遍又一遍的梳理后，所有疑点还是指向刘世勋，他杀了人，不敢让别人租这里，空租1年，偶尔来看看，等尸体化成白骨，无从辨认，然后安心退租。跌打馆的查探有结果了，有一些符合条件的人，但要么活不见人，要么就是离开长安了，而最早离开的不过半年，不符合条件。看来还是要先搞清楚死者身份啊！你想死啊？你几天没睡觉了？睡不着啊，要不你哄我睡吧。本小姐心情不好，你别给我找不痛快啊！大哥，行好，告诉我你到底是谁，我保证帮你缉拿凶手，让你安心投胎。神经！喂，你吃了没？木有。等着。说完就去厨房了。没过多久，后院桌上就多了一碗鸡蛋面1碟醋，香气四溢。呵，好手艺啊！赶紧吃，本来多出个死人，够晦气了，你可别再死这里，也不知道出了哪颗煞星，倒霉事一件接一件。要是前2个月把你赶走，也不会出这破事了。下人知道钱小晴嘴硬心软，也不生气。小晴，不是我夸你，凭你这手好厨艺，喜欢你的小伙子就该围着长安城好几圈。少拍马屁，能入得了本姑娘法眼的男人还没生出来呢。呵，这话说的我喜欢。钱小晴得意地哼了一声，忽然她脸上得意消失，整个呆住。下人一愣，跟着看过去，一身便装的刘世武来了。不对，不是刘世武，虽然2个人长得一样，但气质不一样。这是刘世勋。哎，就是你从我这里挖出了死人骨头，这几天到处派人在找我。是的，找你好多天了。找我干嘛？人又不是我杀的，这1年我到处跑，不住这里，这里每个人都能为我作证。既然不住这里，那为什么要租下这个地方？我有钱，我愿意，你管得着吗？这个家伙脾气很冲，下人对他瞬间没了好感，似乎看准了不能破案，有恃无恐。套他猴子，好想给他一嘴巴子。好，你有钱是你的自由，但你租的房子出现了死人，不能置身事外，有义务配合我们调查。我配合？我都不住这里，怎么配合？听说你抓了个在这里偷偷做窝的码头工，他天天住这里的，要查也该去查他才对吧？他我会查的，但你也得说明一下情况。好，有什么一次问完，我可没工夫整天陪你打哈哈。你不住这里，这1年都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？到处游山玩水啊，邻居都能替我作证，每次回来还给他们带了礼物。怎么，游山玩水犯法吗？不犯法，树下那片花草是你种的吗？谁说的？我从不喜欢动花草，这是码头工杀人埋尸后种下的疤，别管我，我才不上当。是吗？那家里平白无故多了一片花草，你就没起疑？我有起呀，但那又怎样？本就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桌椅板凳没丢一个，难不成却报官说有人趁我不在，在家里种了一片花草？你觉得官府会搭理我吗？巧言令色，强词狡辩，你根本就是凶手。钱姑娘，东西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哦。杀人是要偿命的，好歹租了你几年房子，也算是老熟人，可不能无凭无据就冤枉我。哼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就先走了。要是没证据，别派人找我，而且没凭没据到处查我，对我名誉是一种影响。把我惹烦了，也许我会到衙门告你。放心，会找到证据的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奉劝某些人不要心存侥幸。没做亏心事，不怕你这小鬼来敲门。这几天我在朋友彭生那里，你尽管查。告辞。这家伙100%就是凶手，你就不该讲什么臭规矩，把他交给流氓捕快赵小宝，保证1、5夜是全招了。小姐，破案不是像你这么破地，交给赵小宝，随便从街上拉个人交给他，他都能让人招了。那满大街都是凶手。你说的对，那些害人枉死的贪官污吏比凶手更可恶，咱们不能这么做。
小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一直憋在心里呀？怎么每次提到冤案，感觉你话里有话？哼，关你屁事，吃你的面，我走了。破了案记得跟我说一声。说完，钱小晴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虾仁看到钱小晴刚才端出来的那碟醋，忽然想到了什么。小晴，等等，